300年前，从都城到西北重镇，全靠马行105天传送。这就是中国疆域广阔的最动人的标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我是国宝守护人佟丽娅，尼格买提，安天野，我将带您走进前世传奇。人生一世，看的是你心中不灭的火，所以，乐便是不灭的火。我们看唐人是何等的自信，大唐依旧是大唐，可以说时装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现在是时候找回中国的审美精神。他们也从众生中生，漫漫风沙怎能掩埋？生生不息那绿洲心田。从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一块馕。太好吃了！我们解读了人的基因，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造福人类。这项复兴古拉图一定要有规矩，也一定要守规矩。复兴出东方，大力汉军。我大汉的将士不该只懂杀敌，更该懂得以持重之心保万世太平。我们还原了一台汉代的提花机，这台织机就相当于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2000多年前啊，太现代化了吧？希望我们共同见证五星再出东方。到底哪一件文物能够入主国家宝藏特展？我们共同期待。国家宝藏奖品由中国绵柔型白酒开创者孟芝兰倾情提供。让国宝火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孟芝兰独家呈现。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这档年轻的节目。我们到底有多年轻？上下5000年！感谢本地九大博物馆鼎力支持。今天国家宝藏的主角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于志勇馆长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一起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一起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古称西域，浪漫的秘境，考古人的乐园。2000年前，西汉张骞在这里走出了一条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作为一个考古人，这条路我走了20多年，因为在这片土地之下，还藏着另一个西域。东西文化4大文明在这里互通交融，一个个秘境破土而出。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我是看门人于志勇。拂去西域的千年黄沙，你能在这里感受到时间的静止。五星出东方景护国，神秘天象的背后，是一位神将的安国之心。大唐玄奘行至西域，或许
他曾经见过那神秘的乐舞，也品尝过美味的烤馕。1000年前的西域，1000年后的新疆，绵延不绝、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我是于志勇，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待您探索历史的热忱之心。我们看看于志勇馆长推选的第1件国宝是什么，而他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揭晓。在这个新疆艺术学院舞蹈排练室，我跳了整整7年。舞蹈教会我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心情和诠释生活。今天我要从这里出发，打开一件国宝的精彩世界。国立老师跟我说，在这里我能找到我要守护的国宝线索。难道是这个吗？佟丽娅你好，老师你好，这就是你要守护的国宝——绢衣彩绘木俑。哦，这是木俑啊！这种木俑呢，制作工艺非常特别，头部和躯干是分开制作的，然后组合而成，完成想要的动作形态。那我手上的这块丝绸跟这组木俑有什么关系啊？您拿的就是他们身上披的佩帛。唐代女子通过佩帛来展现自身的窈窕，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而这件佩帛上绘制的连珠纹是从波斯萨珊王朝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古西域地区，再东传大唐。同时，咱们的丝织品也随着这条通道走向了世界各地。佩帛妙曼，木俑沉寂，动静之间已过1000年。我仿佛能听到唐宫的曲调，看到奔波于古丝绸路上的商旅，以及戈壁上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的色彩。我是国宝绢衣彩绘木俑的守护人佟丽娅，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佟丽娅。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佟丽娅，我守护的国宝是绢衣彩绘木俑。它们出自新疆的古国高昌，是众多木俑中保存最完好的3尊。木雕头部直捻臂膀，面庞饱满圆润。肤粉施朱，身形秀美颀长，婀娜多姿，仿佛翩翩起舞一般。这3尊木俑最为与众不同之处是来自身上的服饰，绫罗锦绢成衣，彩色长裙服地，历经1000年的时光，仍旧鲜艳如新，再现了初唐时代的流行风尚。我是佟丽娅，我将带您走进绢衣彩绘木俑的前世传奇。绢衣彩绘木俑的前世传奇，发生在唐朝初年的吐鲁番地区。丫丫是张府最小的女儿，因突厥和吐蕃的侵扰，她的父亲张怀济被朝廷派往1000里之外的叠州。丫丫只得与80多岁的奶奶守在家中。有件事令丫丫好奇不已，但凡是父亲的新衣，皆要由奶奶缝补之后才可送出。任谁也看不出补在了何处。老奶奶，您这是几个意思啊？我们一起跟随丫丫去看一看吧。婆婆，不是这样，是这样。
哦，这样，时下众人都跳这个？是啊，长安、洛州都为之痴迷呢。过2天就是您的寿宴，等我们练好了，跳给您看。哎呀，好，好！想当年在中原，我那一舞起来也是艳压群芳呐。老夫人，小心身子啊！哎呀，多大点事儿！婆婆快坐。哎，这又是要给我爹爹送去的新衣吧？是，就等老夫人缝补。家中那么多的绣娘，让他们做就是了，干嘛亲力亲为呀？多费眼睛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小秘密。走，小秘密。婆婆，让我看嘛。过不了多久，你便会知道了。不急于这一时一刻。走走，我们走，就不告诉他。搞得还神神秘秘的。祝老寿星日月长明，松鹤长春。乖，来，到婆婆身边来。啊，谢谢婆婆。婆婆，听说贼人突临叠州城下，爹爹怕是又要过几日才回来了。继儿身不由己，我只盼我儿安乐便足矣。老夫人，您看丫丫的样子，是不是有您年轻时的影子？我哪能比得上啊？婆婆风姿绰约，不然当年祖父也怎地看得上我？我还看不上他呢，一个老古董，整天眉头锁得紧紧的。想来啊，离他一走也都55年了。哎，近日梦不见他了，我是不是也该去见见你祖父喽？婆婆，不许胡说，你睡得安稳，说明您的身体棒着呢。丫丫的妆容和服饰好美，和咱们在中原那会儿就不一样了，是吧，老夫人？哎呀，那是48年前，能一个样吗？不过当年我也是超美的。是啊，都要逃亡了，您却跟个没事人似的。阿娘，大唐是热闹，可我和哥哥还是想回高昌。咱们为什么大老远的要来中原啊？这是高昌君臣的宿命，既然不由人定，那便随遇而安吧。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阿娘想啊，咱们迟早是会回家的。真的吗？多大点事儿！但是继儿要知道，不一样才有趣，不然哪里来的繁花似锦？就好比阿母身上这件衣服，你看，纹样出自西域，款式来自中原，一眼看去无大差别，但细看又有不同。大唐啊，正是因为兼容并包了那么多的不一样，才有了今日的样貌和气度。婆婆就是不一样的婆婆，眉头从来都不皱一下，风轻云淡的。在下佩服，佩服。哎呦，鬼丫头！婆婆我就好在看透了命运这家伙不可捉摸，便不去琢磨，随遇而乐，更要乐在此时此刻。好在老夫人又重回故土，可惜哥哥突然撒手而去，我本应陪伴在阿娘身畔，可出征在即，继儿身兼大唐重任，阿娘懂的。
还是不孝？男儿志在为国为民，但继儿，你要记得，你安乐，阿娘便安乐。还是谨记。能乐呵，会乐呵，那才是最大的造化。丫丫，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婆婆缝衣缝了什么吗？你看，婆婆每次拿回新衣，偏要自己缝补，便是一个乐字。自打你爹爹出生，每件衣服皆有老夫人亲绣，从未间断。世人都道我可怜，可我偏就最不屑这2个字。丫丫，人生一世，可怜不可怜，看的不是命，看的是你心中有没有不灭的火。不灭的火。如今婆婆太累了，以后便交由你了。婆婆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原来是缝在了内里的心口处，怪不得众人都看不出来。老夫人相信，不与外人看，不与外人说，才灵验。怪不得爹爹每次来信都说，时常思念婆婆为他补衣服的样子，以此激励自己为国尽忠。婆婆，婆婆，夫人。婆婆，我放心不下你，编制了这些偶人陪着你，你可开心？我用你给爹爹自小补衣服剩下的布头，给他们做了衣服，你可喜欢？婆婆，接下来的路要你一个人走了。便让这人间的哀怨伴婆婆踏上归途吧。2500年后，往事皆随风潜入梦，3个慕俑却仍明艳动人，衣衫飘逸。作为臂膀之用的纸捻上写满模糊不清的文字，也许那正是对亲人不舍的思念。希望天上人间各自征程，今朝不问那场离别，却道深情未逝，而笑靥如初见。这组绢衣彩绘木俑出自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张氏家族墓地。这个墓葬的主人是高昌人张雄及其妻子屈氏。屈氏出身高昌王族，30多岁时和儿子一起作为高昌贵族被迁往了内地。10多年后重返故里，他的大儿子盛年早衰，小儿子张怀济
功勋显著。去世81岁时离世，应该是一位非常坚韧的女性。高昌在16国末期呢，自成一国，在唐太宗时期呢，最终归于大唐版图，改称为西周。这些绢衣彩绘木俑啊，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唐代唯一的一批穿衣俑。这或许啊，就是儿子希望他的母亲在九泉之下依然是温暖的，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孝道的一种体现吧。这3件木俑的绢衣最引人注目的是刻氏的发现。刻氏过去认为啊是起源于5代，盛行于2宋。因为这3尊木俑，我们发现原来刻氏至少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欢迎佟丽娅重新回到舞台。国立爸爸辛苦啦！哎，丫丫好。之前我们2个演过妇女，丫丫是新疆的锡伯族人。我想问问你，孩子，唐代不是以丰腴为美吗？为什么他们仨形象这么瘦？其实我当时也是有这个疑问。我们也拍过那么多的古装戏，尤其拍唐朝戏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撑得好像丰满一点。后来告诉我，因为这是初唐的，就那个年代是以身材颀长为美。对，所以其实我这个身材到了初唐，我也是美人。不知道大家刚注意到没有，就是我在表演的《前世传奇》的最后一幕里，有3位舞蹈演员，他们的造型跟我们国宝是一模一样的。你想知道是谁设计的吗？当然，我们来认识他吧。我叫楚燕，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曾有幸参与了2014年 APEC 会议。以及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的服装设计工作。这2年，我一直在做丝绸之路上中国传统服饰的复原研究和艺术再现。这3尊绢衣彩绘木俑，我曾经在很多出版物上看到过。这次有机会在新疆博物馆近距离观察，他们身上那些经历了1300多年仍保留的细节，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我想，我要把它们再现出来。从测量分析文物开始，画图、染色、织造、制版、裁剪、缝纫，每一步都是一次与祖先的对话。这3尊木俑锦衣罗衫，彩链飘飘，带领着我们重回那个自信、开放、包容的盛世大唐。让我们有请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楚燕老师。哇！楚燕老师好。你好，郭丽老师。这个出场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让国宝活起来这句话在这儿应了。国立爸爸，你知道吗？楚燕老师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了这3个木俑身上的秘密。什么秘密啊？楚老师，你给我们讲讲。我想，我首先还是带大家看看我们这3身服装上的色彩吧。这些古代的服饰上的颜色呢，其实是来自植物染料。啊，植物？植物染料。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些图片。首先是红花、茜草、苏木，这前3个都是染红色的。石榴皮和栀子花的果实是用来染黄色的，蓝草是染蓝色的。蓝草？对，不是板蓝根吗？对，它的根是可以入药的，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但是它的叶子可以制成蓝靛，所以红、黄、蓝，这主要有这3个颜色，那么其他的基本颜色都可以染出来了。长学问了吧？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些植物的样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就是刚才介绍的红花，这是红花饼，已经做成可以直接染色的染料了。那这个是茜草，这个是苏木的木屑，这个是栀子的果实，这个是石榴皮，最后一个是蓝草做的这个蓝靛。这个漂亮的红色色卡也是以红花为主来染出的颜色。我们都知道的大红、石榴红、牡丹、珊瑚珠、红梅、银红、嫣红等等。啊，我经常会说姹紫嫣红，我都不知道这嫣红是什么颜色，看到了吧？啊，
这个是我们用茜草可以染出褐赤啊、茜色啊、绯色、柿色、熏、深绯。最后都是用苏木染出来的，苏芳色、朱标、银珠、鼠色、杏色、肉粉色。哇，这里头藏了这么多学问呢，还。通过我们对这3宗人俑的服装面料进行了初步检测之后呢，发现这些面料当中的漂亮的红色和黄色呢，都使用了红花染料。因为红花它含有一种特殊的荧光成分，因此它能染出非常漂亮的这个红色和黄色，在大唐就成为一种最受推崇的染料。这些个植物染料跟我们现在衣服用的染料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现在穿的这些服装呢，大部分用的都是化学染料，但是古人用的植物染料，它是无毒无害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食材以及中药材。它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非常纯真自然，经久不退，甚至还有防虫和抗菌的作用。关键是它能够展现我们中国传统色彩当中的这种审美意象。那这些个东西都是原产于我们本土的吗？有一些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比如说茜草、兰草，还有一些呢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比如说红花。那么据传，红花最初呢是起源于埃及，然后经过古代波斯，进入到了大唐长安，最后也成为了大唐非常重要的一个流行色。那么近代的中国呢，红花染的技术其实已经几乎失传了。我第一次去了解红花染，其实是很多年前在日本。当时我看到有这个红花作为染料，然后我就花了很贵的价钱买回来。结果回来以后看到产地中国新疆，而且红花也不仅仅它是染料了，在唐代呢还是化妆品的来源。我们说的胭脂、口脂都是用这个材料来做的。他们今天画的是用今天这3位姑娘，我们看到。点花钿就是额头上的以及描面艳脸上的花纹，以及嘴上的点口脂，其实都是用红花做成的化妆品来画成的。你们这个好，无毒无害，太值得推广了。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衣服的款式和面料。这3位姑娘，她们穿的都叫襦裙装，这种短襦加长裙的搭配，会使身体显得非常的苗条。我们看第一件它叫直领短襦，配的是这种高腰的红色长裙，身披的是披帛，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长丝巾。那么这一件呢是 U 型领的窄袖短襦，这个长裙呢是有点特殊的，它是由48片布料拼合而成的，红黄相间，叫间裙。这2身服饰呢，其实它们上衣用的都是叫绫，就是绫罗绸缎的绫，裙子呢都是用绢和绫拼合而成的，它的腰带用的是缂丝面料，而这些披帛呢用的是罗。绫罗绢缂丝在一身衣服上都齐了。这2身衣服都已经用到了4种面料了。瞧瞧，多讲究！更厉害的应该是这身吧？这身你还没介绍呢。对，这身衣服唯一的不同是它多了一件我们叫做锦半臂，半臂其实就是没有袖子的或者是短袖的这种马甲和背心。因为它方便劳作，在民间非常流行。后来因为唐朝皇帝的喜爱，变成了宫中备受青睐的一个服饰。唐锦其实也是最能够展现大唐的气象万千以及各个民族和合之美的艺术作品。楚燕老师呢，今天不只是带了这3套服装，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展示一场服装秀，对不对？是的，是的。哇，是不是来着了？
帅了，你们特别太漂棒，亮了今天美极了。最后看到星星升起来的时候，他们集体往前走，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我觉得我好像回到了大唐，是不是？刚才听你讲了这个卷一彩绘木俑的服饰，又看到这么多艺术再现的服饰，我不禁就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回不到过去了，那这些服饰只可能在舞台上展现。那您费这么多的功夫做这样高的还原度的艺术再现的服饰，意义何在？我们这一代的服装人呢，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时装教育或者是审美教育，其实都一直在受西方服装设计的这个影响。每年的纽约、巴黎、伦敦以及米兰这4大国际服装周，每年发布几百场的这种时装秀，几乎是已经主导了全世界的服装流行趋势。可以说，时装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那么，大部分的中国设计师呢，包括我在内，其实都曾经在这种强势的西方服饰审美当中迷失了。当我们回望历史，回到盛世大唐，那个时候的长安其实就像今天的这个纽约和巴黎一样，也是世界的时尚之都，那么也是引领着国际时尚潮流的一个策源地呢。我们看唐人是何等的自信，他们无论是梳着这个回鹘的发髻，或者是用着丝路之上传来的胭脂，甚至穿着波斯纹样的这种唐锦，整体看上去大唐依旧是大唐。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复原这些，并不是说以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要穿成这个样子，而是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笨功夫吧，一点一点的通过对传统服饰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去找到那份非常高级的对美的品味。在这个过程中呢，找回属于我们中国的审美精神。其实说到底，总结一下就是6个字：知来处，明去处。哇，太好了！你这番话真是让我也挺感慨的。回望国家宝藏2季走过来，我们每件国宝的今生故事讲述嘉宾都来自各行各业，无论他们从事的事业是音乐、美术、服装表演，还是建筑、计量、航空制造，大家都能够通过文物这条时空隧道，找寻曾经的自己，坚定未来的方向。今天也是一样，前世温暖，今生亮眼。楚燕老师的艺术再现，让我们发现，曾经流年辗转的卷一彩绘木俑们，原来都会说话。只要你用心聆听，你就会发现，他们美在大唐，活在当下，必将盛放在未来。我是佟丽娅，我是楚燕，我们志愿守护卷一彩绘木俑，守护历史，守护大唐风华。国家宝藏由中国绵柔型白酒开创者梦之蓝独家呈现。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接下来我们看看于志勇馆长推选的第2件国宝是什么，而他的守护人又是谁呢？作为一个新疆人，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守护的是家乡的一个国宝，所以此刻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有人说它代表着上古科技的文明成果，有人说它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更有人说它是未解的世界之谜。哇，伏羲女娲图，经过1000年的洗礼，颜色还这么鲜艳。这幅图原本应该是挂在一个墓室里面，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就是夫妇死后葬在一起，在墙壁上就有这样的伏羲女娲图。提到伏羲和女娲，大家肯定并不陌生，他俩结为夫妻，在天地间共同创造了人类。左边的女娲执圭，象征地；右边的伏羲执矩，象征天。但这幅图上，他们身边的这些圆点，又是代表什么呢？是2人遍布九州的子嗣，还是浩瀚宇宙的星辰？当时的高昌人为什么如此珍藏这个来自遥远中原的创世神话？还有伏羲和女娲2尾交缠，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结构？
这些谜题，就让我们来一起慢慢探索吧。我是国宝伏羲女娲图的守护人尼格买提，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尼格买提。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尼格买提，我守护的国宝是伏羲女娲图。这幅图源自唐代，出土于我的家乡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墓中。他用木钉钉在墓室的顶部。画面是朝下的，正好位于仰面而卧的逝者眼目之上。画面上呈现的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创世之神伏羲和女娲。伏羲，三皇五帝之首，中华的人文始祖；女娲，团土造人之神，华夏的孕育之母。但是为什么这幅画会出现在遥远的新疆，而是何人把它传至于此？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无数的问题已经闯入了我的脑海。我是尼格买提，我将带您走进伏羲女娲图的前世传奇。伏羲女娲图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唐代的高昌末年。它自汉朝设立，融合肤色各异、语言不通、信仰不同的民族，成为风暴中的保护伞，稳稳地绽放在沙漠之中。究竟为何如此？有一个人能给我们解答。此人是谁？我们一起去看看。阿娘，阿娘，荣茶，别哭了。阿娘，你答应过我的，你要带荣茶去沙漠种花，回长安看姨母。你怎么抛下荣茶就走了？荣茶，夜已深，再不回去，义父该着急了。我爹才不会着急。他一心只有生意，根本不关心阿娘，也不关心我。荣茶，义父为了夫人遍访名医，散尽家财，你是知道的呀。我不知道，我不管，我要阿娘，我要再看阿娘一眼。小姑娘，谁？小姑娘，你的娘亲已飞升成仙，勿要伤心。真的吗，老翁翁？我有那么老吗？老翁翁，我娘亲真的已经到天上去了吗？那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呢？她走之前怎么不先给荣茶说一声呢？北斗星移，天象已定，范夫人已抵达神山仙境。真的吗？真的。你骗人！人人可欺，神无人敢瞒。这升仙辰时，就藏在每个人的伏羲女娲图中。哇，他们是谁啊？万物之父，众生之母，他们定将保佑你娘得到
安息。别再讲你那些瞎编的故事了，谁信？你可以不信，但你我都生活在他们创造的天下秩序中。女娲创世飞升不迭，人路造成绘制是肆虐，朝足历四季，九州重现，开辟了新世界。伏羲人黄发理想天，留下桑田蚕丝绵延，观察万物变迁，享受了农耕渔猎，就在人间升起袅袅的炊烟。伏羲王、女娲娘娘都好厉害呀！阿史德哥哥，你说是不是？你看他们手里还拿着法器呢。什么法器？不过是锯齿圆规。锯齿圆规，定天下规矩。伏羲女娲正是用它们来绘制八卦、计数占星，创造婚姻制度，以得安宁。凡是在这规矩方圆中的人，伏羲王和女娲娘娘都会保佑他们。阿史德哥哥，你也别难过了，伏羲王和女娲娘娘也肯定会保佑你的爹娘的。他们身穿诱人深衣，是你们中原的神仙，我不需要。未见得，你看这幅，你仔细看上面的日月连珠纹，这跟你佩剑上的纹样是一样的呢，阿史德哥哥。这是我阿爹留给我的遗物，这是我们民族的图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张图上？哎，阿史德哥哥，你看这个伏羲王长得好像你阿爹啊，一样的高鼻梁，一样的络腮胡。他们也是伏羲女娲吗？众生由他们而生，他们也从众生中生。老嗡嗡，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呢？我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墓室里这么多。哇，这里这么黑，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这里啊？生前无能守护，只盼死后寸步不离。他曾经跟我说，要在墓室里挂上伏羲女娲图，代表死后彼此相依。她是女娲娘娘吗？她跟女娲娘娘一样美丽，一样善良，一样勇敢。星辰日月，生与落停在她眉眼。大漠孤线，撩拨曾经厮守缠绵。结缘人间，记得这一声诺言。陪我守望那永恒的长夜。老翁，你知道我的父母葬在哪里？你的父母，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都葬在这里。生在高昌，魂安高昌，生生世世，岁岁年年。
漫漫风沙怎能掩埋？生生不息那绿洲心田，各色的瞳孔，看见了一样的画面。生生世世守护了千年，不同的语言，共同祈愿，千秋万代守护了信念，不同的血脉会流相连。在屈氏高昌末年至唐僖周初期的100余年间，高昌产生了多种形态的伏羲女娲图，汉族、车师、突厥、粟特，大家选择生在同城，死葬一墓，而伏羲女娲图静静地挂在其中，代表了他们最虔诚的祈愿。阿斯塔纳墓中的伏羲女娲图人物形态各有不同，在描绘女娲时，有的头戴凤冠，雍容华贵；有的曲眉凤眼，清雅秀丽。伏羲也是如此，有的画着卧蚕眉、方脸膛，好似一位中原王公；有的却画着络腮胡、高鼻梁，酷似西域人。阿斯塔纳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人首蛇身图像都交尾，画布上方画太阳，下方画月亮，空白边缘处画了各种星象，为墓室空间营造了一个小小的宇宙氛围。吐鲁番现存的以及流散到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地的伏羲女娲图呢，大约共有117幅。这些图像大概是集中创作在吐鲁番文化和中原文明碰撞和融合的年代。这些伏羲女娲图因此也成为研究中原文化西传和西域艺术东进的一把钥匙。小尼，罗秘书好，你好，你好，你好，向您敬献一个宝贝，这真的是我给您的见面礼。您等一下啊，这很重要。对，这是我们家族的传家宝。哇，这个节目录到第2季，有人给您带过礼物吗？没有啊，我是第一个呀。而且这个礼物，说实话，我闻着好香啊！你都闻到味儿了，真的是闻到味儿了。那就给大家揭秘吧。揭秘吧，这个是从唐代一直传到今天的新疆各族人民自古以来的生命之源。来，我们大家一起说出它的名字。你尝一尝。哇，谢谢谢谢，嘎嘣脆，太好吃了。国立老师，这次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真的看到了从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古代的面点，其中就包括一块馕，1000年的时间没有腐烂，所以新疆这片土地它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这些文物的保存，是不是很好吃啊？你一个人说吧。好的，掌声欢送张国立老师，谢谢，谢谢，再见。这个我替您先收着。别，我怕你一会儿不给我。太香了，谢谢你，小尼。现在我问你，当你第一次面对伏羲女娲图这件国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可以说实话吗？当然。说实在的，这个笔触啊，有点不是那么的成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宝藏当中推荐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那样的神作，跟伏羲女娲图一比，哟，以前我们让你守护的这件国宝，画工还不太好是吗？那当你了解完这件国宝的信息之后，你现在怎么看？我想跟他说一声，抱歉，真的是小看你了。这些伏羲女娲图都不是出自任何一位大家之手，而是高昌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匠所为。他们的这些画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当时葬礼的一种必须。你看，它有个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每一对伏羲女娲，她们的长相都不一样。对，第2幅甚至和小尼还有点像。哎，这个事儿您说对了，真有可能，也许我的祖先曾经有人生活在高昌。对，高昌它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方。那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把伏羲女娲当作是人类共同的始祖，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见证。没错。
然后伏羲女娲图上面比较统一的，大家能看到日月星辰。但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个啊，这条，我一直在猜这是什么。有几个伏羲女娲图上面都有共同的棍状物，后来我看到了真迹之后，发现它可能是流星。虽然看似笔法有点稚嫩，但是任何一个线条、任何一个符号背后都藏着丰富的信息，这个很神奇。哇，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国宝守护人，当他们来谈到这件国宝的时候，都是很虔诚、很严肃的。但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孩子，他眼里头闪烁着那种自豪和骄傲，而且还有点顽皮。小尼，你知道吗？你也在感染着我。你作为一个新疆人，当你看到这个伏羲女娲图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一下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对，我出生在新疆，我工作在北京，经常会两地来回穿梭，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跟这个伏羲女娲图有一种奇妙的命运的连接。我们的命运里好像都刻着衔接这两个字，希望能把我的家乡新疆和祖国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接下来今生故事如何继续？我第一次知道今生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脑洞有点大的不可思议，居然还有如此惊人的巧合。得请出一位科学家来给我们解读。科学家呀，我没听错吗？这事儿我说不清楚，得他才能说明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基因组学就是研究任何一个物种的全部基因。1984年，我赴美留学，正赶上世界生命科学界开始酝酿一个空前宏大的科学计划，一次性解读人类基因组的序列。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计划，并在15年后促成中国成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6个国家之一。中国基因组学研究的序幕也就此拉开。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从事的事业能与中国的人文始祖和古老的创世神话有所关联。千年来流传的伏羲女娲交尾形态，竟然与 DNA 双螺旋结构如此相似。东方与西方，古代与当代，神话与科学，竟会以这样的面貌相遇。几千年来，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与探索，其实从未停止，而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掌声有请于军教授。于教授好，您好。伏羲女娲图，上古神话 DNA 双螺旋结构，把这两样东西能联系在一起。于教授，您这脑洞开出了不止上下5000年。其实这件事儿呢，并不是我把它联系起来的。在1953年的时候，有2位著名的科学家 James Watson、Francis Crick， 他们推测出来 DNA 呢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到了80年代，西方的科学家看到了伏羲女娲图上边的交尾，就想象出来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已经想到了 DNA 双螺旋的存在。所以83年呢，西方的科学家呢就把这件事情登在了一个杂志的里面，伏羲女娲图就成为这个期刊的首页图。这个期刊是哪儿出的？这个期刊是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立书有书有真相啊！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世界社会的形象。对，哇，第2页就是我们这伏羲女娲图啊！您看一看，这行字很关键。万物化生。这幅中国古画以双螺旋线为象征，表示阴阳作用，化生万物。克里克和沃森于1953年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正是双螺旋线结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天哪！这次巧合的发现，到底是科学和艺术的相通，还是现实以及历史的一种奇妙的相似？一时间，科学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别说1983年，就是我们现在看也觉得这种巧合太神奇了。还不止一个巧合，伏羲女娲是我们的人文祖先 ，DNA 呢是蕴藏着我们祖先信息的分子，
如果我们能够解读 DNA 的序列的话，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所有的历史都记载在这个 DNA 的序列上面。对，所以这个巧合呢，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人文祖先和我们的真正的生物的祖先，他们之间一定有故事在里面。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起点 ，DNA 是生命的起点，而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起点。总结得好啊你！还行吧。其实伏羲女娲图，我们看到很多，我个人的话也不下100来件。真的？因为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陈列。我们准备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呢是莫高窟壁画，第二个呢是吉林通化高句丽墓地的壁画，第三个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伏羲女娲交构图，这个又有腿又有尾巴，有点像蜥蜴的样子。第四个是四川衡山出土的画像砖，后边2个是来自山东的，可以看到更复杂一些。原来这个伏羲女娲图在全国各地是这么的普遍，所以这也说明伏羲女娲不仅是高昌国各族的信仰，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是的，就说到这儿，我甚至有点错觉，就是于军教授，我感觉他简直就是一个文物学家。对呀，但别忘了，他真正的身份是基因组学的科学家。我们现在在讲伏羲女娲图的今生故事，其实投射到当代就是我国基因组学的现状。在这个话题上，于军教授更有发言权。他曾经在90年代促成了中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了不起呢？大家知道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吧？有知道人类登陆月球的阿波罗计划吧？都是这3个计划，是世界3大科学计划。这个故事呢，说来话长。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一直在梦想有那么一天能够把这个 DNA 双螺旋里边的所有的序列读出来。这个序列呢，很不幸非常的长，大概有30亿个碱基对，就是相当于是一本书有30亿个文字在上面。哎呀，我的妈呀，30亿个！我在84年的时候就到美国去留学，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讨论解读 DNA 上面的基因，来找到癌症的原因。这就是后来90年代真正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中国在这个计划里负责了哪些方面？当时我们是把这些染色体分给了全世界16个实验室，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中国要选哪个染色体呢？我就请教了曾益新，他是研究鼻咽癌的遗传学家。因为鼻咽癌呢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癌症，按照他的数据，应该在3号染色体的短臂上边，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部分。那现在这个3号染色体上关于鼻咽癌的这个基因，我们解开了吗？很遗憾，我很想告诉你，我们找到了。因为癌症呢是一个复杂疾病，它可能不是一个变化，可能是好多，所以这个部分就引进了现在在做的更大的科学计划，叫做精准医学计划。过去叫对症下药，现在是对基因下药。没错啊，我们现在解读的是基因的序列。我们要把这个序列的变化和疾病关联起来，这个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但是于教授，我们平常也能从不少的文学作品呢、电影大片里看到一些假设，技术发展突然有一天失控了，人类将面临的难以承受的灾难。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对呀，作为一个基因学家，您怎么看？我们解读了人的基因组，就好像把潘多拉盒子打开了。那这里边出来的有神仙，也有妖怪。我们最终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要造福人类。要尊重每一个人，要尊重生命。技术它是一把双刃剑，等它用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大众、伦理、道德、法律，所有这些社会要素都来参与，都来决定我们怎么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这像我们的伏羲女娲图看到的一样，一定要有规矩，也一定要守规矩。说得特别好。伏羲女娲图，它有各种各样的面孔，每个人的长相都不一样，服饰不一样，甚至交尾的形式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规和矩。您说的对，好像冥冥当中
高昌的画匠们也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改的，但是有规矩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改。说得太棒了，谢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家再好好看一看伏羲女娲图，天地玄黄，宇宙浩渺，生命哲学可能就在其中。人类在漫长的生存进化过程中，一直努力地在探索其中的规律。今天，科学技术真的是可以让人类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但我们也需要深思我们的文明发展、技术进步究竟要去何方。我是尼格买提，我是于军，我们志愿守护伏羲女娲图，守护历史，守护生生之德。国家宝藏由中国绵柔型白酒开创者孟之兰独家呈现。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孟之兰独家呈现。接下来，于志勇馆长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揭晓。蓝先生您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得知您是这件国宝守护人时，我非常激动。这次您见到它的方式也很特别。今天我来到北京人艺，不是为了话剧，而是为了认识这件1000年前的艺术瑰宝。我出生在1000多年前的汉朝，后来出塞远行，来到了神秘的精绝古国，成为一丈见方的织锦湖泊。人们用当时最高超的技艺和最绚丽的颜色织就了我。5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的5大行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时候，认为是一种吉祥。这个织锦用了5种颜色：蓝色、绿色、红色、黄色，还有白色，对应这5大行星方寸之间啊，就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于馆长您好，很荣幸我能成为守护人。一份留存1000年的织锦，用一针一线告诉我们曾经的信仰与智慧。此刻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仅以心中点墨，寄予一份敬意。我是国宝5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湖泊守护人蓝天野，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蓝天野老师。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蓝天野，我守护的国宝是5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湖泊。2000多年前，昆仑山脚下有一条尼雅河，神秘之水孕育出一个富庶的精绝古国。几百年后，大唐玄奘西天取经，东归时发现，传说中的精绝古国和尼雅河竟然凭空消失，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泥壤城。这就是精绝国最后的样子。1995年，
黄沙下的尼雅遗址重现人间，一件智慧与祥瑞之物破土而出，于千年而一新，其色绚烂，其文诡秘，其字激扬，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我是蓝天野，我将带您走进5星出东方利中国景湖泊的前世传奇。5星出东方利中国景湖泊，被东汉后期一位精绝国王当作守护神物给带进了坟墓，是因为他相信5星出东方利中国能护佑他百战百胜。而这句神奇的守护语的诞生，来自于一位西汉名将赵充国。这位将军如今的名气虽远不及卫青、霍去病，可他却是两汉时期军国大事的守护神呢。赵充国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传奇之事呢？让我们从公元前61年的那次四面楚歌开始讲起。岂有此理！赵充国兵至西部都尉府1月有余，竟坚守不出。陛下，5万羌人已包围汉军，再不出兵，恐局势愈加不利呀。行军前，他信誓旦旦道：“此战必胜。”还说什么“百闻不如一见”，需摸清羌人底细。而今呢，他却百箭不出一兵。陛下，廉颇老矣，贻误战机。眼下不如先攻打一些较弱的部落，再集中力量攻打主谋先连。你赵，朕不信，他还敢抗旨不成？这大名鼎鼎的赵充国啊，竟像咱们草原上的绵羊一样。我先连士兵多次叫骂，就是不出。若趁机切断汉军粮草，此战必胜。这个赵充国的心机深不可测呀！依我看，此番定是陷阱，还是慎重为上啊！哎呀，我看你们汉羌部落是软弱惯了。如今咱们200多个部落联合在一起，你怕他一个糟老头子做甚啊？再说了，你弟弟刁库被他们扣押，你不想救了？人当然要救了呀，只是这个赵充国，他也不可小觑呀。我跟你说啊，如今的赵充国，他不过是一块70有6的破木头。你们怕他，我先连可不怕。来人，把那些东西送给赵将军。将军，先连派使者前来，送了些女人之物，这简直是在侮辱将军。岂有此理！让儿子带兵荡平牵连。请使者转告先连首领，本将军自当物尽其用。将军，诺。可眼下将军坚守不出，不单羌人朝怒，我大汉朝臣也是质疑连连。这是陛下的千里急召。还有，近日士兵怨声载道，程将军心胸狭窄，坚守不出，阻挡他们封侯拜将。8月定有天机。父亲，即日起，日日响宴兵士。将士们上战场不是为了吃饭的，吃都吃不好，怎么上战场？即刻带兵前往令居，打充粮道。父亲，中大将，连粮草辎重这些事情都办不好了吗？是，将军。西羌200多个部落，本来是一盘散沙，
而今联盟也不过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若是先攻打原本清汉的协同部落，主谋先廉定会出兵相救，恐怕联盟将会坚如泥石。如此萍乡，莫说是1、2年，恐怕要是兵连祸结10数载。可陛下命将军出兵，怎可违抗？将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陛下定会盛才。若要陛下盛才，也要见些功果才是。再坚硬的泥石也会有缝儿。好，好你个赵充国，不但抗旨不遵，还敢向朕讨要金银粮草。陛下如此顽固，怎能纵容啊？陛下，赵充国年老不堪重任，请陛下另择贤士。啊，陛下，还请陛下先把奏折看完再说。什么？哎呀，不愧是赵充国啊！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有1万的羌人自动投降。也罢也罢，姜还是老的辣呀。哥哥，我回来了。雕库，弟弟，我还以为你死了呢。赵充国将军把我给放了，他还给哥哥带回了很多的金银珠宝。他还说，只诛杀主谋先廉部落，我们这些被胁迫的部落一概都不追究。此话当真？我亲眼所见，很多部落都和先廉断绝了关系。赵将军确实没有追究。哥哥，你就别再犹豫了。既然如此，我们便信他一回。禀报将军，羌人胁从部落已归降70%，是否集中兵力先灭掉先廉？天机未到。天机？若将泥石彻底打回散沙，还需一计。请将军明示。取敌之利者，祸也。不知大将军用了什么离间妙计，羌人竟开始自相残杀。丞相，臣在。怎地今日不发一言啊？臣等愚昧，大将军对羌人了如指掌，先招降后离间，消磨掉半数羌人，掌我大汉军威。不过，赵充国他是在等什么天机呀？太史，赵将军所谓天机，自有深意。陛下，臣夜观天象，因感5星有异，或将聚集东景。好，5星出东方，立中国。将士们，跟随老夫出兵，是不是感觉窝囊啊？
强荣小义，逆天而行。只要出兵，我大汉自会取得胜利。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卫青霍去病将军率领我大汉儿郎，拼出如今的太平盛世，就是为了不让再多的战士们战死沙场。所以，老夫要的不是一命换一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大汉的将士，不该只懂杀敌，更该懂得以持重之心，保万世太平。将军为我，将军为我。而今，五星出东方，大力汉军，谁愿意奔赴前线，讨伐主谋先廉？我等愿意，我等愿意。好，王欲行师，修我戈矛，于子先行。将军为我，将军为我。老朽今年70有6，廉颇虽老，尚能战也。5万消磨作4000，羌人料尽汉人全。赵充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取得讨羌大捷。东汉后期，羌乱再度爆发，汉王室便借助其讨羌的韬略和5星出东方的天象，鼓舞将士及全国人民，于是便有了5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护国。前世传奇展现的是赵充国平羌的历史。赵充国将军用了6相计、利剑计以后呀，总共5万多羌军，先后有3万多即投降了汉军，还有负隅顽抗的就被归汉的羌族部落自告奋勇的搞定了。5星出东方立中国是古代的占星术语，这里的5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东方指的是天穹的东方。中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秦汉时期它指的是王朝所统治的疆域。5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护国，考古学家判断是出自精绝国国王的墓葬。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发现西域有36国，而精绝国就是其中之一。5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护国是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考古发现的。非常有幸，我本人也参与到了这件国宝的整个发掘过程之中。1995年，我们和日本联合组成的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墓地，在对随葬物品丰厚的第8号墓葬进行清理发掘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这件织锦制品。当我们仔细去观察它上面的纹样和文字的时候，参与考古发掘的所有的人员都无比的惊诧和兴奋。蓝老师，蓝老师今年92岁了，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传奇，对不对？国立，我倒是觉得我扮演的那个汉朝名将赵充国，那才是真的传奇。5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护国，那就更是传奇。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件复制品。我这您刚上台的时候，我就看您这手上绑的什么呀？2000年前的一块织物，上面是赫然写着“5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每一个字，咱们现代人都能认出来。刚出土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于认为它是假的、伪造的。是，其实这块护帛呢，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更为传奇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生故事的讲述人，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传奇呢。我出生在一个丝绸的家庭，父母
都是烧丝厂的工人，从小看到的都是蚕桑的景色，闻到的都是蚕茧的味道。汉鸡之汉景项目，让我走进了这件国宝。红黄蓝白绿五色金线，呼应阴阳五行。凤凰、鸾羊、麒麟、白虎、芻草、庆云五星，祈求风调雨顺、祥瑞太平。月之汉景，先自汉鸡。老关山汉墓之基启发我们，织工不用经过什么复杂的培训，把10470根金线穿过84片舟，错综复杂间丝丝入扣，机械传动就能完成五星锦的一次图案循环。3年的复制，当它重新出现的那一刻，一切都值了。有请中国丝绸博物馆赵峰馆长。来，赵馆长好。你好。今天我们有福气了，现场看到了赵馆长带来的织机。刚才短片里头赵峰馆长这个介绍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哇，织的细致啊！赵馆长，这件锦湖帛在丝织品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说到丝织品啊，绫罗绸缎，对，还有绮啊、纱啊、素啊、绢啊等等，有很多的名称，大部分都用的是绞丝旁，而只有锦这个字，它用的是金字旁。它起价如金，我们这件五星锦，它又是我们现在所出土的织锦里面各个角度来说都是最为精致、精湛的这么一件织物。所以，我们如果说锦是站在丝织品鄙视链的顶端，那么五星锦就是站在了锦的鄙视链的最顶端。大家明白什么叫鄙视链的最顶端吗？就是只能他鄙视别的丝织品，别的丝织品不能鄙视他啊！五星出东方锦湖帛，仅凭织造工艺就站在了最巅峰。那赵馆长，您说这样一件国宝，用我们现代的手段复制起来，它有难度吗？如果现代的手段只是追求形式的话，那应该说真不算很难。对呀。但是我们在整个复制过程当中，追求的是每一个环节的技术的还原，那就非常难，而且一定要得到一个专门的帮助，这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就在2012年的时候，四川成都正在修地铁，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汉墓，我们把这个墓啊称为叫老关山汉墓。这里面出土了4台提花机的模型，这是当时拍的一张俯视图，4角放了4台织机模型，中间还有很多织工的木俑。我们呢就根据木俑的大小跟真人的比例，同时呢也参考了当时丝织品的真实的幅宽，还原了一台汉代的提花机，就是这一台。有了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追寻、去还原汉景的神韵。哎呀，他们搬上来的时候，我就有一这种感觉，有点大，好像要复杂。既然他又复制了站在鄙视链最顶端的五星锦，那么这个应该操作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和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吧？从织工操作的角度来说，其实它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它把所有的操作的程序都已经预先的储存在这个织机里面了，所以这个织机里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内存，真的等你操作的时候，倒不是那么难了。不是，您是在形容2000年前的一台织机？对啊，对啊。您怎么用的这词儿都是现在的词儿呢？都是。国立老师，你听我说，这台织机就相当于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那好奇了，你们好奇吗？好奇。我们请赵馆长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织机来操作
制造五星锦一共需要4个步骤。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选择中片，通过上面一根横杆，每移动一个就能够换一片中片。第二步是踩下踏板，这个踏板可以把相应的中片呢给它提起来，经线就分成了2层。第3步投入尾线，尾线穿过之后，最后一个动作呢要打尾，就是要把尾线打紧。这样我们4个动作重复大概100多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织出五星出东方这个织锦的一个图案。大概织200多次的话，就可以织出我们整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的所有的纹样。我没听错吧？就这4步重复100多次，就能织好了？那这什么道理呢？这是？在我们这个织机上面，它有很多片中片，这个中片呢84片中，然后有1万多根金线穿过去，金线每一组里面有5根金线，5根金线5种颜色。图案显示的时候，这5根丝线呢，其中有1根要在上面，另外4根呢是在下面。上面的这一根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图案的那个线。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这根标为1，另外4根标为0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的织锦的图案是由1万多根金线穿84片中组成的84万多个点。这个点呢不是0就是1，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84万多的一个矩阵作为我们一个计算机编程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储存的信息。2进制编码。对。我好想试一下。来啊，来啊！第一选宗。对，把它撑起来，然后过来1格。1格。1格，刚刚好。第2把它踩出来。啊，对，踩好。第3我这个该穿围引线，这个放回来了。好。现在我该拉这个了吧？你把这个是放下好了。哦，这个得放下了。对，我说我这怎么这么费劲呢？这个。对，您刚才织的那一围已经织好了，向大家报告，成了。这个掌声我不敢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织机太聪明了，所以我们现在理解了刚才馆长讲的，它就像一个计算机一样。2000多年前啊，太现代化了吧？太现代化了，了不起啊！了不起，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我想呢，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新疆这个地方啊，可不只是出了五星锦，出土的这个丝织物还有很多很多。赵馆长，您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介绍。好啊，尼亚遗址还出了哪些织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4个案例。第一件呢，只有蓝色跟黄色2种颜色，叫2重锦。那么它上面呢也有字，这个字是什么？事无极锦。1、2亲，传子孙。第2件织物呢，图案全部是云纹，这里面也有4个字，叫万事如意。它是一件3色锦。再过来一件锦，上面也织了字，叫王侯合婚，千秋万岁遗子孙。这个级别啊，就跟刚才的五星锦是差不多。还有最后一件是一个香囊，上面的留的字呢也不多了，只有金池凤3个字。它很小，但是叫5重锦。5重锦的组织呢，跟五星锦是一样的复杂。国立，不仅是这个锦的纹饰种类丰富多彩，就连这个织机的种类样貌也是异彩纷呈。了解完老关山汉木织机所出的那个历史坐标，我们就能揭开咱们一开头所说的那个更大的传奇。哎呀，好。其实中国织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我们这里看到的第一套是织机两端的饰品，这我们把它称为叫原始腰机。当时都是依托于人的身体，把织机就绑在身体上面进行操作。第2台织机是汉代的釉陶织机，它已经有了机架，
还有了踏板，你可以用脚去踏，把你的手呢解放出来，使得整个制造就变得比较高效。第3种织机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就是老关山汉墓的提花机。这个提花机就可以储存织造的信息，织出图案出来。那么到了唐代又出现2类织机，一类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小花楼织机，一类呢称为叫大花楼织机。老关山织机我们能够控制的中片数在100片以内左右，所以织出的图案大概这么高。到了小花楼，这个图案你就可以织到这样大。到了大花楼的时候，它可以织一整件的衣服的图案，甚至可以织一件龙袍，再加上这个花本它可以替换，所以当我织完了一件龙袍，另外装一个花本上去，我可以在同一个织机上面又织出一件凤袍，所以它这个变化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不起！听您介绍完，我感觉虽然织法在不断的简洁优化，甚至现在我们按个电钮就能开始织造。但是织机所承载的设计思路、储存提花程序的意识，在2000年前的中国就早早的给定下来了，这点特别了不起。我们现在总说啊，丝绸之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能在历史上铺就丝绸之路？问得好。这么多的丝绸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些存储了提花程序的织机上来的，就是从这些匠心独运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当中来的，这就是我从一开始要向大家揭开的更大的传奇。这条丝绸之路真的是不简单，可以说是伟大。中国丝绸博物馆兆丰团队汉机织汉锦再次复制了国宝。从他们的工作成果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丝绸之路背后所积淀的是何其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文化自信。如果说2000年前真的是5星出东方的吉瑞天象护佑着赵充国讨羌大捷，那么我们便怀抱着美好的愿景，期待着神奇的天象再次出现。或许吉瑞天象到来的那一天，中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勤劳智慧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共同约定，共同期待5星再出东方。我是蓝天野，我们是中国丝绸博物馆汉机织汉锦团队，我们志愿守护5星出东方，利中国，景物博，守护历史，守护丝路传奇。国家宝藏由中国绵柔型白酒开创者孟芝兰独家呈现。请登录国家宝藏文创指定战略合作平台天猫，搜索“你好历史”官方旗舰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3件顶级文物前世今生故事已经全部讲完。从今天开始，欢迎大家关注 CCTV 国家宝藏官方微博及本期3件国宝微博，参与话题互动。每件国宝的知识点都很多，想要复习知识点的同学们，可以通过央视网、腾讯、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喜马拉雅再次收看收听节目。我们下一座博物馆再见。